你知道吗？有一种人，他们可以为别人放弃一切，却永远不会善待自己。平时看上去很正常，但是一回到家里就原形毕露了，因为家里有父母的压力，无形且沉重。今天这期视频可能会颠覆你对爱自己的所有认知，因为我要告诉你一个残酷的真相，就是你以为为别人好，其实是在用别人的认可来填补你自己内心的空洞。真正的自爱和你想象的不一样。你是不是经常这样想？别人不会喜欢我，是因为我不够好。你是不是害怕冲突，宁可委屈自己也要维持表面的和谐？你是不是总觉得自己可以将就一下，但是别人的感受很重要？我们把这种现象叫做情感饥饿症。这个词听起来很陌生，但是它的症状你绝对不陌生。心理学家发现，小时候长期缺爱的孩子，我指的是无条件的爱，成年以后会形成一种特殊的心理机制，他们把这种被需要被误解为被爱。曾经有一个朋友问我，为什么我总是对别人那么好，还是感觉自己一文不值？经过了解，我发现他从来没有因为自己是谁而被爱过，只是因为自己做了什么而被需要。童年期大脑中负责自我价值感的区域，如果长期得不到正面反馈，就会形成一种条件性的自我接纳模式。简单来说，你的大脑学会了只有在满足某些条件时，才允许你感到有价值。市面上大部分关于爱自己的建议都是错的，他们告诉你要买好看的衣服，要去旅行，要学会拒绝别人，但是这些都是表面功夫。真正的自爱不是自我放纵，也不是自我隔离，而是自我接纳。什么是自我接纳？心理学家卡尔罗杰斯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理论，叫做无条件积极关注。简单来说，就是无论你做了什么，无论你表现如何，你都值得被爱、被尊重。这是对童年缺爱的人来说，简直比登天还难。因为我们的潜意识里有一个内在的批判者，他在不停地批判着我们。你看，你又搞砸了，果然没有人真正关心你，你必须更努力，否则就会被抛弃。来自童年缺失的爱，深深地伤害着我们，让我们错误地学会了有条件地爱自己。第一步，找到内在的父母。每个人都有一个内在父母，这就是那个批判声音的来源。你需要学会识别它，然后重新训练它。这里有一个具体的练习，当你犯错的时候，注意听听你内心的声音在说什么，然后再问问自己，如果我的好朋友他也犯了同样的错误，我应该怎么跟他说？通常你会发现，你对朋友的标准比对自己的标准宽松的很多。这就是重新训练内在父母的开始。第二步，建立情绪安全屋。童年缺爱的人往往不知道如何处理自己的负面情绪，因为小时候我们的情绪经常被忽视、被忽略或者被批判。现在你需要为自己的情绪建立一个安全的空间。具体的方法是，当你感觉到难过、愤怒、焦虑的时候，不要着急让这些情绪消失，坐下来，深呼吸，然后跟自己说，我现在感觉到自己很焦虑，我现在感觉到自己很急躁，我现在感觉到自己很愤怒。就是你把你目前所感受到的情绪用你的语言说一遍给自己听，然后告诉自己，这都是正常现象，我允许自己有这样的感受。记住，情绪没有对错，只有感受。当你开始接纳自己的情绪，你就是学习接纳完整的自己。第三步，重新定义你的边界。童年缺爱的人要么没有边界，要么边界太硬。
健康的边界是什么样的呢？它不是一堵墙，而是一扇有门的围栏。我们可以选择什么时候开门，什么时候关门，选择权永远都在你手里。这里有一个万能的句式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。我理解你的需求，我也有我的考虑，所以让我先考虑一下，再给你答复。这句话既照顾了对方的感受，也为自己争取了空间。可能有人会比较关心，如果我选择了自爱，得罪了一些人怎么办？当你不再迁就，不再做那个永远说好的人，有一些人可能会离开。但是请你记住，那些因为你变得真实而离开你的人，他本身就不是真正爱你的人，走了他也就走了，带走了内耗，岂不是更好？没有人天生会爱自己，特别是童年缺爱的人。这就像学习一件乐器，需要日复一日的练习，刚开始可能会比较笨拙，会有挫败感，这都是正常的。可能有人会以为，等我以后成功一点，等我再瘦一点，等我再完美一点，我就可以爱自己了。这个想法是错误的。自爱它不是奖励，自爱是基础。只有爱自己的前提下，不完美的自己才有力量去成长。爱自己，接受自己的不完美，然后带着这份不完美去前行。如果你从这期视频里只记住了一句话，那我希望是这一句：你不需要努力的去博取爱，因为你生来就值得被爱。那个童年没有被爱过的小孩，现在可以自由的由成年的你来疼爱。那个总是在外部寻找认可的灵魂，现在可以在你这里安心安家。学会爱自己不是自私，而是一种责任，是对自己的责任，也是对这个世界的责任。因为只有爱过自己的人，才能付出真正的爱，而不是带着空洞去需求，去索取。如果这期视频你很有感触，记得点赞，让更多人看到。记得要爱自己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